杨青兰，我是不是又做梦了？这不是梦，是我。你真的来了？是我来了。你怎么来的？这里很危险，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危险。莹莹，你先跟我走，我再去救其他人。走。走。怎么了？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我与南诏王约定，1年之长南诏境。若我现在回去，他们定会拿那些匠人泄愤。5年？你真的要在这块地方待下1年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知道莹莹，你之前没得选，可是现在有我在，你先跟我离开这儿。南诏对蜀锦的在意由来已久，如饥似渴，所以南诏王才会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做这桩生意。南诏王想要的，杜燕和盛公子都拦不住。杜燕送不走我们。但是莹莹，我现在只想能保护住你。我不要你陷进你自己，我要你永远供奉其源，我要你永远坦坦荡荡，永远问心无愧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人。1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杨青兰，等等我，好吗？你不想让我牺牲，却要牺牲自己。秦莹莹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强出头、为人着想、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毛病啊？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吗？为了保命，为了保护益州匠人，我会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可是季银灵啊，我定会保全我自己。能让你有第一步妥协，是我该做的事。我听说牛景做了益州节帅，所以即便南诏放人，我们也回不去。杨青兰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各自擅长的事，好不好？我负责带他们知景回家，你负责让我们有家可以回。好，你就听听你。我会尽快处理好牛景之事。这里有家可回。
季娘子，王爷给您送早饭来了，奴婢先伺候您梳洗吧。我不吃。早饭不想吃，织锦的事也不想跟本王聊聊吗？快进来。这是一些绝版的古书，老匠人的口述，还有些纹样，都跟蜀锦有关。这些古本，怕是连益州城织锦大家也没有如此多的收藏。你果然筹谋已久。现如今南诏锦业蓬勃发展，原因有二：一是技术，二是材料。技术嘛，本王已经想好办法了，那些匠人就是行走的记忆。至于材料，还希望季娘子可以多费心啊。其实很多材料是可以采买到的，一个是浣花溪，二个是蚕丝。韧性不足，难以承受织机成百上千次的提拉。这是南诏野蚕吐的丝。南诏野蚕，为何不直接引进蜀地的蚕的养育？养不活？也不是养不活，只不过这个蚕养着养着就成南诏蚕了，这丝它吐着吐着就成南诏丝了。有时候本王在想，或许这蚕比人更容易入乡随俗啊。这并非心思啊。是啊，3年前本王就派人培育野蚕了，南诏的蚕丝，南诏的纹样，这才是王兄要的南诏锦呢。一旦南诏锦制成，王兄就可以将自己写入史册，名利双收。本王知道，你跟本王是同一种人，都能想到一起去，但是你太着急了。你着急，王兄比你更着急，1年的时间太短。一件事能让白王坚持3年，并且愿意继续做下去，那一定有必然会成功的原因在支撑。我大唐的蜀锦当然漂亮。来，看看这个。纹样和技法是蜀锦，但是手感和颜色有略微的不同，不过韧性是足够的。这便是南诏野蚕吐丝染制而成的。那染制它的人现在在何处？死了。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的阿娘被他的父亲掳来做他的妻子。具锦衣是你阿娘的？之前本王还是骗了你。其实这不是阿娘从家乡带来的，是南诏有人染制成功之后送给他的。那人花了多长时间10年。是不是感觉1年时间有些短了？他们都说那个人是阿娘的兄长，但是我知道那个人才是阿娘真正喜欢的人。其实父王也知道。医师已经看过了，你没什么大碍，好生休息就行。麻烦你帮我转交一样东西给木兰。就说是为了感谢他的解毒之恩。本王倒是觉得这片叶子应该长成这样。这边更难找吧？
王爷，进来。王爷，这是木兰姑娘送来的东西，放这儿吧。倒是挺像的。看着不像蚕啃的，倒像是人啃的呀。南诏没有浣花溪，但是南诏的染色有自己的特点和固色方式，我觉得应该能从里面借鉴一些蜀锦技艺。你是不是可以试试这个呀？这些书你是都看过了？哦，看过一些吧。师兄，生辰快乐！你最爱吃的那家涮羊楼老板回乡了，这些糕点是我自己学着做的，希望你喜欢。有心了。很好吃。你喜欢的话，下次再做给你吃。好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晋娘子是假装没听到吗？恭祝王爷生辰快乐。就只有一句“恭祝生辰快乐”，没有礼物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正好你调了一个颜色，就拿这个颜色给本王画一幅画，就当是生辰礼物了。这个是寿桃，寿桃。哼，好，寿桃就寿桃吧。你的生辰礼物，本王收下来。王爷的书我已经看完了，需要的颜料也收集的差不多了。王爷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织工营见我的伙伴们呢？本王以为这段时间你我相处的还算融洽呢。作为工作伙伴，是的。那作为别的呢？盛丰泽，若是一开始你我谈的就是正常生意，若我们来到南诏，是你邀请我们来知己，或许我们会有另一种可能，会成为好朋友。可是你选的是另一条路。如今你我已经相隔楚河汉界，是非生死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做多久，我都不会真心接受你的。今日是本王的生辰，你就不能说一些顺耳的话吗？该说的我都说过了。今日你送本王一个生辰礼物，那本王就还你一个礼物。是你，你骗了我。我怎么会背叛王爷呢？是你太过天真了。王爷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了。杨金南，姑娘，云阳，你没事吧？流言是假的。杨警官来南诏，应该光明正大的来白王府做客，本王也可以好好招待招待你呀。白王的待客之道，实在是登不上台面。
谁让你不遵守做客之道呢？沈风泽，你放了他。英爷别怕，他不敢杀我。鉴于你跟东宫的关系，在益州城的时候，本王对你确实有几分忌惮。但现如今你在南诏夜闯白王府，就算本王杀了你，也是理所应当。白王这陷阱布的并不高明，无非是在赌我的情谊。知道陷阱你还来？我不能赌那个万一。沈风泽，我既敢夜闯你白王府，你又怎么知我会毫无准备而来？你是以为本王不知道你跟杜燕合作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季英在本王这里，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他去职工营，他会遇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与杜燕是一丘之貉。沈风泽，你若今日杀了我，你就会在杀死益州节帅的罪名之外，再加上一条杀死东宫麾下的罪名。我相信麒麟关不会放过这个顺水推舟、斩草除根的机会。你在赌本王不敢杀？你敢吗？你若杀他，就连我一起杀。本王在赌你对他的情谊，你却在赌本王对你的情谊。好，如果你们这么爱赌，本王今日就成全你们，好好陪你赌一把。我不擅长下棋，这不公平。对于杨景鹏来说，这些死士也不擅长武艺。季娘子若是不想赌的话，那本王现在就下令，万箭齐发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想怎么赌？本王会找12个死士陪杨警官切磋。季娘子赢一子，本王撤一人；若是本王赢一子，就会加上一人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若是我将他们全都杀了，也算我们赢吗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季娘子，请。鸳鸯，你放心，这几个人伤不了我。沈风泽，本王说过，12个人是本王的底线。请。劝季娘子还是专心一些，杨警官的性命可是掌握在你的手上。你亲就没有伤了。沈风泽，住手！你若杀了我，
我便同他一起说到做到。住手！是否在？将他们二人关入职工营，生死不得相见。是。梅林手里的令牌果真是假的。想查假令牌，还有当年军制司上下所有相关人员。或许这真的可以成为东宫罪证，怪不得王爷要打断计划，冒险去救梅林。王爷，你的伤死不了。太子为了自保，必然会守着张毅。咱们的离间计成功了，接下来只等张印开口反咬太子。盯紧张印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来报。是。把殷将军送来的东西抬到库房，慢点儿，往这边走。大家都小心一点。殷将军换防回京了，这人还在路上。就差人将一箱箱的补品送来。王爷，殷将军这些年还是记挂你。照例入库吧。是。殷将军回府，随时来报。将军听闻景王遇刺，连夜赶回召见，一路上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。为何此刻不去景王府探望了？本将无需亲自探望，已经送去补品了。他若想回礼，会亲自登门。将军年年送礼，年年毫无回应，将军又何必白费这心思？这是刺杀景王的那个西安美人的画像。我让你查他身份，你给我他画像做什么？啊，此人身份我已经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圣旨所说应该就是真相，他不堪受辱，所以刺杀景王的。哼，还挺有骨气。景王这些年真是越发的荒唐，将军何必还惦记着他？同袍一场，我实在不愿看他就此沉沦。不过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应该已经改变了。西安美人御前刺杀，他能求情不计较，无非是顾全两国和亲大局。快点，赶紧搬进库房，快！这是景王送来的回礼？不是，兵将军，是太子殿下送来的，恭贺将军回京。我们带回来的东西，挑两样给东宫送过去，就当回礼了。是。你这丫头太野了！皇上说，只要我能打赢你，便能随你们一同出征西燕。那我更不能让你赢了。在这场上，
本将可不能腾出手保护你啊！我才不要你保护！上好的千年寒铁所制成的，只有这一把。给我的。老规矩，赢了才是你的。本将赢了。殷将军武艺超群，锦和甘拜下风。不过，既然我送了你一个宝贝，你也该还给我一个宝贝吧。你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好了回礼，再向你讨吧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殷将军，咱们多年未见，今日不醉不归。啊，可惜只有美酒，少了些乐趣。不如叫几个武器过来助助兴。将军府可没有武器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本王听闻殷将军得了一南洋宝物赤福子，听闻此物解千愁忘百忧。你说是这杜康解忧呢，还是那赤福子解忧啊？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。如果将军肯割爱的话。你可知此物久服会致人神志不清？知道啊。不过本王看将军可是清醒得很呐。我吃赤福子是用来止痛的，而你是用来沉沦避世。我以为你已经想通了。早想通了。佳人在侧，金樽美酒，可不比那些枕戈待旦的日子逍遥快活多了。连营吹角，沙场点兵，护大燕国境，万世太平。渭北将军的宏图壮志，你都忘了吗？现在哪还有什么渭北将军啊？是逍遥景王。渭北军没了，还有平南军。只要你能重拾志向。本王是罪人，让罪人带兵上阵，无颜面对青州百姓啊！青州已经烧了，但只要青州这个地方还在，它就能滋养大燕的万千百姓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渭北军葬送青州，就当是赔罪了。不值得再葬送渭北将军。将军一席话，振聋发聩呀。可惜本王郁结多年，一时难以解开。本王是为了赤福子而来，
还望将军不吝相赠。好，老规矩，赢了便是你的。将军武艺超群，整个大元将士无出其右，本王甘拜下风。那这赤福子便不能给你。殷将军，这把匕首的回礼该还了。是林一，究竟是谁？差姑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皇上虚时才来芳华殿，还有半个时辰。哎呀，我阿兄给我的刀呢？公主，公主，刘公公特意说了，持刃侍寝也是重罪。公主，公主，再来一次！皇上可是真的要降罪了。知道不就好了吗？皇上驾到！臣妾见过皇上。你是怕朕？臣妾不怕。
皇上，臣妾不，我不会，我。朕知道你不会，你只是害怕。是，臣妾是有一点点怕。这个匕首是我母妃跟我阿兄留给我的，有他在我就不怕了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知道，这个是洞房夜胤禛姐用的，嬷嬷告诉过臣妾。你过来。是。把手伸给我。忍着点儿。朕要的不是一个燕妃，而是大燕和西燕的和平。只要你能安心地留在大燕后宫，朕不会强迫你的。等你想明白这些道理，这把匕首才能还给你。皇上，臣妾都明白的，都懂。公公，文华阁失火了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去！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观众，其草叶似凤尾，其根一本而种之贯之，故根名贯众，可止血祛毒。枫香树，树质微苦，可止血生津。手头不灵了。枫香，树枝高大，树皮呈灰褐色，枝干有绒毛，叶子呈红色，有三角，而香。北晋雪莲仙丹解百毒，南阳赤福子解百毒，西域古芩粉解百毒。不必找了，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赤福子找到了，仇人找到了，文华阁默脉死士。暗藏主人。
梅林为何突然会神志失常？他服用了赤符子，产生了幻觉。他去文华阁是为了找赤符子解毒。孟买死士恐怕就藏在文华阁。秦爷，速去文华阁查探张燕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你在文华阁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你，梅林参见主人。说清楚，留你一命。赤符子找到了，你休想让我再杀人！我不是你的杀人工具。你利用青州的仇恨去杀害无辜的人，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。该死的人是你，暗藏主人。又是幻觉。痛吗？暗场是不能有痛的，是你把我变成了杀人工具。暗场的第一课就是挨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打到你痛死，或者不再喊痛。阿爹，阿娘，阿爹，阿娘，来，好女儿。哎，你娘今天就让我喝这一壶，你还抢？阿娘，爹不给我，撒娇也没有用，不给喝。来，吃果饼。吃，你甜吗？嗯，我阿娘做的果饼最甜。那是。我想好了啊，等魏北军进城，阿爹，你继续打石头。阿娘，你开个果饼铺子，咱们家果饼铺子生意肯定好。你天天让你爹打石头，你干什么呀？对呀，我护着阿娘呀。哦，阿娘，来，哎。什么东西？你是孩子，你说这实在是你爹给你打的嫁妆，你插我这儿干嘛？哎呀，我又不嫁人，你净胡说，哪有女子不嫁人的？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嫁了人，我和你爹也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以我的身手，受欺负的是那个人，受委屈的女婿不好招。你们两个就别惦记这个事。不嫁就不嫁。爹养你一辈子，必须嫁！不嫁，不嫁，嫁，不嫁，坚决不嫁，坚决不嫁，不嫁。
家没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阿爹阿娘说过，有春花的地方就是家。找到春花，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你不愿和我一起回家吗？走啦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花在这儿。跟我回家了。这儿也有花。这儿也有。这有2朵。这儿还有很多。到家了。王爷，属下刚才替姑娘把了一下脉象，姑娘的末脉之毒未解，赤福子的药性使中毒的表征消失了，只是缓解了毒发，为她换得1年之期。赤福子本可解毒，但是梅林姑娘的体质与常人不同，想必在流浪时为求生计，食过太多腐物，伤了身子。若为了解毒再服用赤福子，会即刻暴毙身亡，没有解药。赤福子带来的希望只是虚妄。是否还有别的办法？属下可为姑娘配制解毒药方，需要许多珍稀药材，找其绝非易事。尽快找，需要什么尽管问。姑娘只有1年之期，就算解药配制成功，她也未必等得到啊。若等不到，那便是他的命数。王大人，殿下还在寺内抄经，任何事不得扰。王大人怎么也忘了规矩啊？好。
殿下。殿下，文华阁全都烧没了，张印也被烧成了灰烬，就只剩下这根玉扳指。此人当年就该死了，殿下留他10年寿命，他也该知足了。老三呢？啊，景王的人赶到文华阁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张印这一死，景王手里的证据也就死无对证了。可惜啊，文华阁这么多珍宝，因为一场大火付之一炬。想当初建成的时候，我和老三还进去偷过一把战云剑呢。三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本宫还是希望能做回你的大哥。皇上，臣输了。也是难为你了，每次和朕下棋，都要多分出3分心力去算，究竟要差朕几个子。陛下明鉴，陛下棋力雄劲，每落一子都纵览全局，而外臣却只纠结于一边一角的得失，终究是外臣棋力不上，故而每次输于陛下。公子不日即将离京，朕恐怕再难找到如公子这般的棋友。不过朕一直有心事萦绕，难以成眠，也只有公子回了西燕，方能解。外臣新近做了一些香粉，具有安神之效，愿能为陛下解暗毒之法。快点上。有梅花的清香。此香名为雪中春信，是臣照着东篱居士的香方做的。正月里的梅花积雪所化之水，再调以沉香、松露、茗苓等10几种香料，揉捏捶打7期49天而成。琴棋书画、簪花豆鸟、酿酒之香，整个天底下就没有你不会的。外臣所得，不过是些无大用的消遣，承蒙皇上太爱。可臣回了西燕之后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大燕和西燕两国长久交好，是朕的毕生所愿。朕有止战之心，西燕有和平之意，这仗就打不起来。公子回西燕，能做的事可不少啊。臣愿为两国和平竭尽全力。临走之前，外臣还有一奏：事关和亲美人的分赏，或能消弭两国隔阂。大燕乃礼仪文化之邦，而美人们大多出身于尚未开化之地，对言文言俗知之甚少，一生误解。外臣以为，鸿胪寺的美人们若能先行习文，再而分赏，或能互生理解，不负两国交好之初衷。此法甚好。皇上若信任臣，外臣愿为美人教习，竭尽弘扬大燕文化。待美人们进学完毕之后，外臣再回西燕也不迟。朕知道你担心燕妃，可燕妃是两国和平的象征。只要大燕和西燕交好，燕妃便能在大燕终老无恙。不过念你们兄妹难得相聚，朕与你统领鸿胪寺教学事宜，待和亲事毕，再回西燕。外臣
定不负皇上所托。外臣告退。乐天公子回西燕，燕妃就再难见到他了。3日后，红龙寺开学，让燕妃去红龙寺看看吧。是。一颗死棋，竟然走出了活路。王爷，文华阁已经烧成废墟，尸首难辨。毒真的解了？你在文华阁究竟看到了什么？王爷，我看到了暗场主人。暗场主人？他说，王爷已经查到了他参与青州之事，要求所有的末脉死士停止行动。你看到的，是不是一个眉骨有疤的中年男子？他是谁？兵部尚书张印。张印，他就是真凶。他没有死在文华阁，他从密道逃走了。所有的末脉死士都穿了灵衣，显然是遭人灭口。在文华阁纵火之人，是不是和青州屠城有关？本王也在查。张印他为何要在青州纵火？青州一战，本王革了他的职，他怀恨在心。他想杀王爷，可以派很多个像梅林一样的末脉死士执行任务，可他为何要拉着10万个无辜的青州百姓陪葬？本王也想知道。要杀本王尽管来杀，何必要拉着无辜的魏北军将士陪葬？